在事发前夕呢，会看到一点闪光啊，或者是一种光线啊，或者会比较亮一点的东西闪下去这样子，或者是闻到特别的味道。可是呢，那个王室就是一时横祸来，一下子来，或者是心脏病一下子来，或者中风一下子来，来不及，是来不及的话，那种人是怎么样的呢？征兆呢，是很多人觉得是没有征兆啦。其实啦，我想告诉大家，分享一下的话，这个我是从一个临终者还没有，他现在应该是他也是survive了，过后就是过后还是逃不过了哈，就是之前有面临了死亡的一次，然后活回来，然后现在还是已经是往生了。我是想借鉴一下他的那个经验，就是说，其实呢，在要发生大件事，如果是不是那种车祸的，是那种心脏病或者中风的话，他其实前2、3天他有给症状的，你身体其实一直都不舒服，你不知道，或者是你知道，可是你没有去理。不舒服是怎样不舒服的？就是奇怪，那种不舒服是从来没有试过的不舒服。它不是发烧，它不是伤风，它就是不舒服，就是整个身体好像超累的。然后呢，就觉得做什么东西都不对，然后心跳有时会学到有一点心跳，会感觉到有心跳的声音，这样的咚咚咚咚这样子，忽然间这样子，或者是你觉得做东西好像不自然，或者你觉得这个地方平常是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时常去的地方，可是忽然就觉得这个地方变成陌生一点。我们讲 My School， 我们讲 My School 和迪加乌不一样，迪加乌就好像我来过，讲迪加乌就好像我来过，讲 My School 就好像觉得这个地方好像这个不是我屋子来的，就好像这个地方不是我地方来的这样子哈，或者是你觉得自己闷闷，开始心情很弱，心情的沉重，觉得总之是睡又不好，吃又不好。很多这个病人就告诉我他有这个的征兆，可是不是每个人都会有，这是其中一个病人的分享。好，然后过后呢，过几天他开始有点点的这个地方不舒服，就心脏这个地方不舒服，他就开始有点痛这样子，然后他就开始越来越厉害，这样就心脏病就来了。很多人他说，哎呀，忽然间心脏病死掉。很少的，他不是算，他多数都会有痛一下子，痛第2次、第3次这样子就有的，很多人都是他们没有察觉到第1次、第2次以为是胃痛啊，很多是胃痛，对吗？胃痛好像有时一点点都要开始注意了的咯，就是说，尤其是年纪比较大的男性啊，40岁以上、45岁以上的男性啊，有这种症状，好像有微微不舒服的，你自己要看一看需不需要去做一个检查这样子。明白。中风也是啊，中风的话就是会觉得那地方好像不对，好像东西不 balance 好像整个身体好像在这地方好像不舒服啊。中风是有那种症状，就是说你不是在这个地方，你这地方不熟悉啊，或者是觉得这个地方摸下去感觉不一样啊，或者你每次拿一个杯你拿个杯的时候，你觉得这么拿这个杯今天这奇怪的感觉，不像我拿杯的感觉。就明白，就触觉突然间有点不一样了的那个然后或者是你拿东西好像有一点点努力这样子的那是前期了，就是或者你开始会有好像有看到一些有些人他们他们不是说得一功能，他们只是有一种那种aura，就是他会觉得在事发前夕呢，会看到一点闪光啊，或者是一种光线啊，或者会比较亮一点的东西闪下去这样子，或者是闻到特别的味道。好像宗教他们有解释，我有听过宗教有解释，就是说好像感觉会有这些意象的，好像对。灵异感觉其实不是灵异感觉，是你的头脑在有问题，所以你一定会看到这一点东西，然后觉得这是我遇到什么东西这样子，不是。
你会害怕，所以这些小小的这种症状呢，你就要看一看医生，让我们去检查一下。可能你血压高啊，那颈部很紧啊，哎呦，中国这几天我颈部这样紧的，这样硬的，然后就下一些血压很高啊，那种情况可能就是要中风的情况，你要小心或者心脏病这些只是说一定要看医生检验一下，这个是我要讲的因为你不要跟我讲doctor 他去就是这样子没有准备的，不是没有准备，是他没有察觉到，其实他可能他觉得不可能是我吧，今天可能每个人都会有这种侥幸的心态，就是我应该不是我啦，没有这样子啦，没有这样。那个就比较这个症状的东西，你们就要自己察觉，尤其是之前有中过风的，有中过心脏病的，他们已经是有经验的他们应该会更加的敏感，对这种症状比较敏感的，都要早点来医院，来避免这个 sudden death 这个 condition。sudden death 就是突发性的死亡还有就是横祸啦，横祸就痛一点，横祸就很难说，因为有不同的横祸，不同的情况，对吗？所以我很难 predict 很难告诉你症状。很难告诉你，太快了，所以根本还没有差。可是呢，病人呢，如果是他没有昏沉呢，这个比较你们听的观众比较如果是不想听下去的，请不要听下去了因为会比较血淋淋点OK，可以的。如果你很想听下去的话，就继续下去。先 disclaimer， 小孩子要家人陪伴才可以听这个。求生欲声明在这边要我们的经验，只是说我想告诉观众，今天这一集是比较有深度，比较有explicit 一点，所以小心点。你们要听的话就继续听下去不要听的话你们不要听。好，像这个横祸呢，有接触到伤到头脑的横祸，还是没有伤到头脑的横祸？有伤到头脑的横祸，如果你是昏沉的话，意思说这个 impact 一来的话，你忽然间就失去了你的知觉的那种，这样你的那个就没有经过这样多，你就没有感觉到那个1、2、3、4、5的情况，就这样子就去了，这样子走了。如果一些横祸呢，只是说它是我讲这个东西会比较有视觉感可以来。不要紧了，无声卡带是可以很接受很看到就是说他们在情况就是在车里面太久，意思是说在一个地方被意思说横祸过后呢，他身体他不能医生不能一时救得到他，意思说不能给他医药，他在现场的地方困了很久，然后他一直在流血，他是算是慢过那种昏沉的，慢慢的往生那种人都会有这个1、2、3、4、5的感觉。哇，那个很杀父应该是。所以我说，所以很难。我今天分享这一点，就是因为我们不想分享，是因为是很那种过程是比较恐怖，你觉得会恐怖，可是可能对那个临终者呢，其实他是不知道的，他是一直就是这样很快就过了，他就昏沉下去就往生了。应该是没有 suffer 啦，因为是他不会上上，有些会 suffer， 有些是不 suffer。所以呢，我就小孩子、大人记得叫小孩子不要乱飙车，不要做这些造成自己生命危险的东西。因为不只是对自己造成生命危险，我说换一种角度，就是说社会，如果大家看报纸、拍照，看到吹水山这些。其实它某些方面它也是一个很负的能量，虽然大家都不想要发生这件事情，可是就是照顾自己也照顾大家吧，这样子。对，这是我听到的感受所以这一集呢，我就很有点的我说如果是跟 Vizu 可以分享这一集呢，是因为我知道他可以去到这样，你可以接受得到这一个程度的 knowledge， 对吗？对。所以在尽量的不要造成自己有机会进入这个横祸的这个情况。
是这个真的是大家都注意，我们也是去听，嗯就是在每做一件事情先想一想，这个事情到底是对自己造成的伤害多大，和家人和世界的办法有多大，这样子咯。嗯。